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白发遮眼演绎疯狂热搜，王权富贵造型霸气登顶封神。最近狐妖小红娘王权篇的预告片一发布，就在网上引爆了热议。诚意饰演的王权富贵白发遮眼的造型瞬间攀升热搜榜首，话题阅读量搜的飙升至惊人的 8.9 亿，真是难以置信的热度。我在刷抖音时，屏幕上满是他的清冷破碎感改编视频，累计播放量恐怕达到了 2.3 亿，网友们纷纷封赞他是2025古偶第一仙。如实说，最初得知他将演绎王权富贵这一角色时，我还是心存疑虑，毕竟这个角色是一位清冷的少年，而诚意的年龄让我产生了质疑，他能胜任吗？但看完预告片后，我立刻被打脸，果然，他从未让人失望过。从流离到如今，诚意始终用实力证明自己是一位古偶天花板。这次，为了完美诠释到门兵人王权富贵，他果断减重15斤，力求呈现出那种凌厉的身形。剧组工作人员透露，严寒的天气下，零下10摄氏度的环境中，他在片场坚持赤脚拍打戏，虽然冻得嘴唇发紫，但依然不使用替身，而且他从5米高的台子上连续跳下17次威亚，最后腰间淤青累累，连路人都看得心疼不已。在预告中，王权富贵被万箭穿身，嘴角带血却依旧微笑的那一刻，完美展现了他内心的挣扎、对自由的渴望，以及看向青铜时眼底流露的温柔。这些情感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，细节控简直要狂喜皱眉，眼神流转，每一个微表情都精准地戳中了角色的灵魂。果然，诚意总是能将纸片人演绎的比真人还要生动，这次又一次震撼了所有观众。我已经准备好小板凳，坐等正式上线的那一刻。诚意狐妖白发遮眼仙气飘飘，流连的快乐，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。这句话放在今天似乎有点颠倒，颜值当道，灵魂先放一边再说。最近诚意主演的狐妖小红娘王权篇放出几张定妆照，宣传声势浩大。一头银发，眼腹轻纱，仙气是有了，随之而来的还有争议，迅速登上热搜榜单，引来各方关注。不得不承认，这扮相的确抓人眼球，粉丝疯狂追捧，路人也忍不住好奇点开瞧一瞧。但在这热度背后，总感觉有些不对味儿。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，剧方释出诚意饰演的王权富贵海报。海报里，他身着一袭素白长袍，银丝般的长发披散，眼上还蒙着一层轻纱，仙气飘飘，但质疑也随之而来。死忠粉们自然是各种吹捧，夸赞自家偶像颜值能打，造型惊艳。但也有些人不买账，觉得这造型摆拍感太重，是不是有点用力过猛？遮眼是为了耍酷，染发是为了装帅。角色本身深层次的东西又体现在哪里？说白了，这又是一个典型的流量至上的案例。只要颜值过关，造型足够抓人，就能迅速博得关注，制造话题。至于演技是否在线，剧本逻辑是否合理，角色是否贴合原著，似乎这些都变得次要了。你是否还记得？之前有部古装剧就因为演员面瘫式的表演，被网友狠狠吐槽了一番。演员全程一个表情，喜怒哀乐全靠后期配音和特效，看得人如坐针毡。与之相似，还有一部仙侠剧，主角的服化道也是极尽华丽之能事，但故事苍白无力，人物扁平化，最终也难逃被观众遗忘的结局。这种现象折射出当下影视圈的一种浮躁心态和短视行为，一心追逐流量，却忽略了作品本身的品质。
以为只要有了流量明星，有了吸睛的造型，就能稳赚不赔。可最终呢，往往落得个事与愿违的下场。我们不妨回顾一下那些真正能触动人心的作品。《琅琊榜》里，胡歌饰演的梅长苏，并非仰仗华丽的外表，而是凭借细腻的演技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，让观众为之动容。《甄嬛传》中，孙俪塑造的甄嬛，也并非一开始就自带主角光环，而是通过自身的成长和蜕变，一步步征服了观众。这些成功的例子都在告诉我们，真正能打动观众的是作品本身的质量，是演员的投入，是对角色的用心塑造，而不是靠一时的热度和华而不实的外在。如今，电视剧市场竞争白热化，各路资本都想来分一杯羹。一些人为了迅速实现盈利，便选择了走捷径，大手笔砸钱请流量明星，进行铺天盖地的宣传，企图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最大的回报。这也导致了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粗制滥造的影视剧，不断消耗着观众们的热情和耐心。不可否认，好的造型的确可以为角色锦上添花，但若只看重外在，忽略内在，就好比盖楼只注重外立面，却忽视了地基，终究会摇摇欲坠。那么，要扭转这种局面，我们该怎么做呢？也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。作为观众，我们要擦亮双眼，不被一时的流量和噱头所迷惑，应该将更多目光投向作品本身，支持那些真正用心的作品。对于影视行业来说，更应该回归创作的本真，将重心放在提升作品质量上，多给有潜力的新人机会，鼓励创新，营造一个健康、积极的创作环境。而相关监管部门也要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，严肃处理粗制滥造、虚假宣传等行为，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。从根本上来说，影视作品属于文化产品，承载着文化价值和审美取向。如果仅仅将它视为一种赚钱的工具，最终只会失去观众的信任和尊重。我们期待看到更多有内涵、有温度、有力量的优秀作品，而不是一堆空洞的流量泡沫。毕竟，真正能长久留在人们记忆中的，不是短暂的喧嚣，而是那些能够触动灵魂的经典之作。